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卡皮。因为粉丝要求，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茂爷手里最强的6只神奇宝贝吧。作为小智从小的好基友，小茂的人气在神奇宝贝早期一直居高不下，所以他的神奇宝贝自然也是有很多人关注的。据大王博士所说，小茂收服的神奇宝贝数量已经超过了200只，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没有登场过，因此这只是个数字。好了，现在盘点开始。第6名，风速狗。风速狗被小茂称为甜心，他第一次出场于神奇宝贝 AG 第62集，小茂用它对付板木的巨前线，在属性不利的情况下也碾压了对手，足以看出他的等级之高。可惜后来对上了超梦，自然是没有招架之地的。在成都联盟时，他又对上了小智的卡比兽，所以这场仗自然也是输了。总的来说，风速狗绝对不弱，只是碰上对手太强了。第5名，嘟嘟猎。相信很多人对小茂的嘟嘟猎都没啥印象，这也难怪，毕竟他刚刚登场的时候还是一只嘟嘟，而且在大雾博士的研究所里打了一下酱油就消失了，后来在神奇宝贝放送局的时候才展现出了实力。此时的他已经进化成了嘟嘟猎，拥有极好的跳跃能力，帮小茂从火箭队手里救回了化石异能。第4名，宁多后。至于为什么把宁多后放在第4位，那是因为这货在成都联盟中竟然直接秒了小智的肯泰罗。要知道小智的肯泰罗力量绝对不弱的啊，不过后来宁多后还是败给了卡比兽，果然卡比兽就是厉害。第3名，电击魔兽。小茂的电击魔兽是在神奇宝贝 AG 大结局的时候才登场的，小智回家的路上碰上了他，当时小智从来没有见过电击魔兽，于是便向小茂发起了挑战。虽然小智的斗志很高昂，但是皮卡丘最后依然被小茂的电击魔兽打败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皮神似乎就从来没有赢过电击魔兽啊，12联盟对战真丝的电击魔兽时也输了。第2名，月精灵。月精灵在还是伊布的时候就跟着小茂了，他一出场就打败了小智皮卡丘，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第2次登场时，他已经进化成月精灵，在与胡帝的那场对决里，可以看出小茂完全将月精灵的特性发挥了出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成都联盟与小智的对决里，小茂并没有派出月精灵，这不禁让人感到遗憾啊。关于月精灵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细节，那就是在神奇宝贝放送局的时候，为了向化石异能表示善意，月精灵自发的亲近小茂。要知道月精灵这种宝可梦可是相当高冷的，所以他对小茂绝对是真爱。第1名，水箭龟。这个应该就没有什么争议了吧，毕竟这可是小茂自己都承认了的。虽然说是最强，但小茂的水箭龟出场次数却少得可怜，据我所知一共就出现了2次。第一次也是最巅峰的一次，就是在成都联盟中，他连续打败小智的赫拉库罗斯、月桂叶，重伤臭臭泥。虽然最后还是输给了喷火龙，但是他的实力相信大家都已经认可了。有趣的是，在这场比赛中，皮卡丘主动向小智请缨对付水箭龟，因为属性有利嘛。可是当时参赛队伍已经改不了了，当时皮卡丘的傲娇样简直了。另一次则出现在神奇宝贝 DP 中，这次就比较水了，打了一下酱油，貌似就再也没有登场过了。综上，这是我个人认为小茂手里最强的6只神奇宝贝，如果有什么不同意义的话，欢迎各位留言。好了，我是卡皮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